最近，印度首富安巴尼一家再次被全球热议，小儿子一场婚礼，派对一场又一场。3个月前，阿南特与拉蒂卡的婚前派对刚刚惊艳国际，各界大佬纷纷前往，耗资上亿，多个主题的派对，网友羡慕嫉妒恨了多少天都不知道。这不，前场派对的热闹还没有销声匿迹，第二场派对又来了。说实话，首富不差钱是真的，可他家这样一而再的举办派对，当然这是开个玩笑。这一次的婚前派对是一次地中海游轮之旅，自然会有多个站点，多场不同主题的派对，真的参加者狂欢一把了。同上一次派对一样，妮塔这位准婆婆身为首富的妻子，自然是重量级的存在，跟着儿子婚礼派对出游，那可真是风光无限到了极点。妮塔在小儿子的第一场婚前派对中相当惊艳，一曲传统舞蹈让她打破60岁的现实，那灵动美艳的模样，直到今天还会让人津津乐道。这一次，妮塔不负众望，又一次将新造型推向极致，一袭绝美紫色水晶长裙，带着宫牌祖母绿，下坠配超大方钻。在戛纳卫戍十字宫的化妆舞会上，安巴尼没什么变化，化妆舞会于他不起作用，依旧黑色传统印度套装，但他紧紧握着妻子的手，似乎暴露了一个秘密：这是我的女人，谁也别打她的主意。妮塔紫色薄纱长裙，外面是水晶拼镶，质地轻薄，感官极强，特别是在她白皙肤色的衬托之下，显得极为青春高贵。长发做成了大波浪，而且还染了棕色，似乎是为了专门与紫色长裙搭配而做的。紫色水晶面具也是相当华贵，一看就是专门定制的。只不过被遮去了半张脸的妮塔感觉瘦了很多，特别是面部线条，在面具的衬托之下都有尖尖的颧骨突出感了。而且这样遮住半张脸之后的妮塔几乎在瞬间起到了减龄的作用，不要说60岁，看上去最多只有40岁。这是一张面具减龄20岁，每看到妮塔，总难免让人感慨，同样是女人，她的人生如同开挂，而且是绝对有了漏洞的逆袭之旅，连老天爷都在帮她走向人生巅峰。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不幸的女人太多，有多少人日日夜夜都在想着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偏人家妮塔是安巴尼家自己找上门，且心甘情愿这样宠其无度的存在。凭什么呢？他住的是27层高的空中花园。据了解，这栋楼总造价约10亿美金，总面积超过10万平，比法国的凡尔赛宫还大。大楼共有27层，修建每一层的材料都不同。最底下6层作为车库，可以停放约160辆劳斯莱斯、迈巴赫、宾利等顶级豪车。每层楼都附有不同的功能，包括起居室、会客厅、私人医院、游泳池、健身房、家庭影院。楼顶还特意修建成停机坪，用于停放私人直升机。如此奢侈，真是连做梦都不敢梦到啊！一家6口人一起搬进豪宅内，享受着600个仆人的服侍。除了喜欢高空美景外，妮塔还有一个平易近人的爱好——钻石。基本上她出现的地方，就能看到一个移动的闪闪发光的钻石展示架，无论是脖子上、手上、耳朵上、脑袋上都挂满了鸽子蛋大的钻石，甚至连自己的 iPhone 上都在背面镶嵌了一颗价值3、2亿人民币的超大粉钻。他的鞋子上也会镶钻，而且基本上1年只会穿一次。为了满足老婆的兴趣，宠妻的穆克什还送了妮塔一辆镶满了钻石奔驰。不过这车要是开出去被蹭到了，上面的钻石不是马上漫天飞吗？那也太肉疼了吧！不止自己带钻石，他对儿媳妇也不吝啬。据报道，妮塔曾送给儿媳一条价值5500万美元的407克拉的钻石项链。其实，作为首富的妻子，妮塔的家庭并不算什么豪门，只能算个中产之家。从她白皙的皮肤就可以看出，这位美人是纯纯的高种姓。由于父母觉得美貌的妮塔不当舞者太可惜，于是他们在女儿刚懂事时就把她送去学跳舞。只是二老没能想到的是，妮塔的舞蹈天赋非常高，没学多久便被国家级的舞团聘用，并参加了不少高规格的文艺表演。而这正是她嫁给顶级钻石王老五的秘诀。其实最开始看上妮塔的，并非是亚洲首富穆克什本人，而是他的父亲德鲁拜。当时的妮塔正在勤勤恳恳地完成自己的演出任务，而坐在贵宾席的德鲁拜一眼就相中了本就长得美、跳起舞来更美的她。不过他并非是想让妮塔嫁给自己，
而是想把这个女孩跟自家大儿子穆克什凑成一对。于是德鲁拜立马找上舞团负责人，并成功要到了妮塔的联系方式。在等级森严的印度，即便是日子十分滋润的妮塔，也不太可能和顶尖财阀世家发生故事。所以当他接到德鲁拜的电话时，以为自己不小心接到诈骗电话的妮塔，在狠狠嘲讽了对方一波后，立马挂了电话，让正版德鲁拜在电话的另一头独自凌乱。不过当德鲁拜冷静下来以后，他越发觉得行事谨慎的妮塔就是儿媳的不二人选，随后便开始对妮塔软磨硬泡，最后终于通过舞团的负责人，才让这位有个性的女孩答应和穆克什相亲。虽说妮塔是抱着应付的态度前去赴约，因为她觉得只有门当户对的婚姻才会幸福，但她没想到的是，穆克什虽然富可敌国，但他却是个十足的痴情种。身家742亿美元的亚洲首富穆克什，在娶进中产家庭出身的妮塔后，还是因为皮肤颜色被嘲讽是高攀。但穆克什并没有大男子主义发作的无能狂怒，而是用实际行动证明他对妻子妮塔的爱比真金还真，并且丝毫不以时光而动摇。当年的穆克什为了抱得美人归，他情愿放下手中生意。这不仅因为父亲德鲁拜十分看好妮塔，更在于穆克什本人一看到对方，小心脏就扑通扑通的乱跳。若要说他的心动全部源自妮塔的美貌，其实并不准确，因为除了一副好皮囊以外，妮塔身上还有着一股印度女人少有的冲劲。在男女社会地位极度不平衡的印度，女性通常都被要求在家相夫教子，过着丧失自我价值的现代封建生活。但妮塔并没有向现实低头，而是一心扑在自己的舞蹈事业上，拒绝把一生都耗费在家长里短中。即便后来嫁给做吃都不会山空的穆克什，妮塔也没有松懈下来，而是借着非凡的超能力创立了自己的私人学校，以一己之力推动印度教育国际化的进程。不仅如此，为了推动印度体育的发展，他还砸重金开办了多项目的体育俱乐部，让有运动天赋的国民不浪费自己的一身才能。而妮塔也因此被推选为印度的奥委会代表。不过真正让妮塔在印度立起好口碑的，还要数她亲力亲为地推动男女平等。为了让更多女孩有受教育的机会，她特地要求名下的学校多招收女学生，同时还让她们加入各种运动队，最后还成立了女球员比例高达45%的篮球队。在妮塔之前，这是印度女孩们想都不敢想的事。除此之外，妮塔还多次深入到国民之中，亲自游说广大女性，希望不甘平凡的女人们都能有追求梦想的勇气。而在一旁看着老婆的穆克什，有的是满腔的欣慰。虽然妮塔是亚洲首富夫人，也看遍了世间的金银财宝，但她还是有一个未达成的心愿，在家就能俯瞰整个孟买。印度人虽自信爆棚地把上海称作小孟买，但找遍这座城市都没有一栋可以用来当作观景的高楼。为了实现老婆的小愿望，首富穆克什当即就取出10亿美元的存款，只为给妮塔修一栋27层高的空中花园。不过这栋楼并非是普通的住宅楼，而是集医院、商场、健身房于一体的豪宅。据设计团队披露的资料显示，大楼中宴会厅的装饰全部都是真金白银，灯具也是货真价实的顶级水晶，甚至还有一层被穆克什专门用来建造人工雪景房，只为让活在热带的妻子不用出国也能随时看雪。除此之外，为了让老婆和孩子在新家过得舒坦，即便他们家只有6口人，穆克什还是请来了600位5星保姆照顾他们全家人的起居。只是在这栋不对外开放的顶级豪宅建成以后，穆克什最后还是以房子风水不好，没有携妻带子搬进去。但这位任性的富豪并没有选择出售大楼，也没有解雇那600名保姆。直到如今，穆克什每个月还在为这栋只有保姆的豪宅缴纳70多万的巨额电费。有这么一个宠妻无底线的老公，妮塔自然也没有亏待老公。她也曾用自己亲手赚到的钱给穆克什买过大几百万的好车。后来为了庆祝老公50周岁的生日，她还特地找来印度著名导演梅赫拉，让他把自家丈夫的生平拍成电影，最后作为生日礼物送给穆克什。看着亲亲老婆为自己如此劳心劳力，穆克什对妮塔的爱也日渐浓厚。如今已是2人成婚的第39年，即便妮塔已经被皱纹爬满全脸，她也依旧是穆克什心中最美的女人。